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1.88，收盘价是207.8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2.73，最低价是在206.7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229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倍量增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变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行过程当中出现横盘的位置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是有新低的出现，我们指的新低是较前一根 K 线来说。那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那继续呢出现了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，我们会观察到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横盘。如果我们把这3根红 K 合并成一根 K 线，那么这是它的开盘价，然后呢这是它的收盘价。那如果合并这3根 K 线之后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含有长上影线的一个中绿 K 线。那同时呢是有大的成交量。那我们还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生成的是红 K， 没有突破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13这个位置。但是呢收盘价呢也没有跌破它的最低，也就是说并没有确认止跌，反而生成一个抱有大量含有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。那这些信息都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。继续下行就是要测试前面的这个低点，也就是 194.07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么目前股价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有没有反弹的可能？那么我们认为，如果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如果出现反弹，它的条件是不能够在盘中股价不能够低于这根最后一根休息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06.77。然后呢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2.73。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那么股价才会出现反弹，甚至我们称为叫反转向上。那否则呢，在这样一个横盘区域抱有大的成交量不向上突破，那么股价应该会有进一步下行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的对于 K 线信息的一个说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当然都是带有条件的，一个是股价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02附近。
然后第二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15。对，这是第一个可能的2个方向。那么它们的条件是取决于低开盘或者是高开盘。另外，也就是第二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1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1月24日收盘价是在207.83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啊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那走势也是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横盘啊，会出现新低，也就是含有长下影线的一个小的绿 K 或者是红 K。对，实际发生的横盘啊，它并没有新低的出现。我们指的是对于前低来说，206来说，那么对点位相差较大，那么走势不同，仅仅是呢收盘价的性质相同，也就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在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，连续出现3根横盘的休息的 K 线，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而不进行上攻，那么后续股价会有继续的下行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月2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06。跌破它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支撑位，跌破它就是再次出现底底低，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前低是194。那么现在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一定是它。194被跌破之后，将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出现新低。好，那194如果被跌破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，也就是说目标就是要瓦解这一波上涨的走势，也就是在2023年4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，这是152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我们刚刚说了之后，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只有在盘中不跌破、不出现低于前一日这个 K 线的最低，然后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3，那么股价才有出现反弹。实际上它是反弹的条件。那一旦股价出现反弹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3。在到达它之前啊，我们会看到这个3个红 K 的最高，包括各条均线值，都将会成为压力。当然，我们说如果在1月25日如果出现了一个高开盘，那么5日均线值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而推动股价反弹。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07到210之间。对，好，那也就是反弹的条件，它应该是要有一个高开盘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说股价第一个目标是223，那223被突破之后，接下来这都是压力位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24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继续第3个目标就是265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一个分析说明。那对于1月25日盘中我们给的观察位，我们要从目前的这个前低206.27啊，我们要把它上移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关注1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
对，也就是股价在盘中只有在它的上方才能反弹，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借着这样一个带有大的成交量，连续数个交易日出现红 K 之后的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行去测试194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06.77的原因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对于多头，我们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的长红 K 线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空头，目前它的目标就是194，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13一直到上方的223，其中217在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压力，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07一直到210。那么这个5日均线值它既是一个压力，同时呢，如果出现高开盘，它同时也是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那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13到214之间，实际上包括前高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17，在这个位置。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23。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会到达228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206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支撑是194，那么在194的下方每一个点位都会是成为一个支撑。就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继续下行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我们首先说第一个点位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我们纠正一下，就是会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对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04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跳空的低开盘最高会到达204，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缺口，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19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2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行的条件，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4的。对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也就是第一个股价的下行，我们认为呢，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一根红 K 或者是绿 K， 对，然后呢收盘价会回到200关口的上方，然后最低下方不出现低于194的新低，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下行的点位呢，我们是
基于目前的一个消息面来说，就是我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，目前是夜盘的时间，是目前的股价是在195.61，然后是美东的时间盘后价1月24日19:53，对，也就是目前这个股价的价位是在195，当然是盘后的价格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第二个点位是基于消息面来说，那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不叫下跌，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点位呢，说明目前是空头情绪趋势是特别重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呢会到达193，对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01，在这个位置。收盘会收在195.5附近，对，好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1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呢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行，对，收在195.5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呢，我们认为出现大幅低开盘之后200关口将会成为一个压力，然后呢股价会有新低的出现，然后收盘会收在前低的194的上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我们给出的2个下行的走势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那这个反弹我们是基于 K 线信息的解读来说的，就是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收盘在前低的上方1点，然后呢也为股价的反弹建立了一个条件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7，也就是在盘中股价不低于前低，对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14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13附近，那也就是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，为后续的股价的反弹呢奠定基础。那出现这样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